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美食迷算的魔幻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风雷可动的一个成品变形金刚 IP 下的一个玩具。当然它是不可变形的，来自于野兽战争的超能勇士的霸王龙，就是 Beast Megatron。原始兽的标记在这边，正面是个大开窗，我们也会看到里面的内容物一眼就看完没什么配件。对，侧面是它原始兽的标记及名字，背面呢就是它的一些官图PS 的很多花里胡哨的特效以及一个地台。另一边也是 logo， 顶部是品牌的一个标志，底部是版权信息。盒子大小呢和之前的一个白狮呢属于是同样规格的大小，一模一样大风格也是一样。好，我们来打开盒子看一下玩具的一个内部情况吧。打开盒子之后呢，会有一份说明书，说明书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对折页大家从说明书的内容也可以知道，本次的配件呢就是非常的少。除了这个祖传的小地台之外呢，它只有一个本体以及左右手的替换武装就没了。和系列的上一款应该是那个白狮来相比的话呢，它的确是少了非常多的配件和玩点真的这一开盒就让我扫兴一大半本体呢就是这样一个样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身高比例它的身高比例呢，如果和最近比较火的布鲁克的大力神比较是这样一个关系高一个脑袋的一个情况。如果和正系列变形金刚的 SS86 比起来呢，它哪怕是背板最高的地方也只有到SS86 的一个肩膀处的位置，可以说它的体积方面呢，应该是接近于 Roger Class 的这样一个定位吧。整体造型上呢，还是非常的有张力。这次的造型呢，依旧是出自雨宫阿梅米亚之手。从设定图我到时候放一个图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日系的一个风格。的确，这次从它的头雕就可以看出它整个美术风格是和美版以往的变形金刚有非常大的区别，和铁骑小千纸莲铁骑小旗下的变形金刚也是有蛮大的一个风格上的区别的。它给我感觉在感官上，第一感觉有点像去年推出的官方推出那个40周年威震天和擎天柱大荟萃的那个动画版本中的那种画风。整体造型呢就是如此这般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配件呢分别是它霸王龙的龙头，就是它右手部边的一个龙头造型的炮。可以看到它的霸王龙的龙头造型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各种沟沟槽槽呢都做了一个渗线，牙齿呢也非常的锐利细节挺分明的。当然它是可以张嘴的，张嘴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让我比较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炮口是一个实心的，而且非常之浅，没有做涂窗也没有任何的造型，就感觉就是个哑炮就你如果摆出霸王龙开炮的那个姿势，就一看就假的嘛，你唬人嘛，对吧？恐龙呢，因为不可变形，当然它也没有舌头的刻画，这个就不计较了。张嘴幅度还是蛮大的而且它的一个小臂部分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转动的，有平转。另一边呢是武装呢，就是它本来是龙尾的部分，这次应该算是原创吧，它也把它变成了一个融合炮的一个结构。造型上非常的夸张各种尖尖刺刺非常多装甲块呢也可以有左右的一个平转小臂这边呢依旧也会有左手一样配置的一个平转。炮口部分呢本来的一缩尾巴呢它分裂成了3个，而且这3个呢是可以打开的。内部呢还做了一个金色的涂装，这个炮口看上去就比刚刚那个龙头炮有质感很多虽然说它也是非常浅的一个实心炮口位，但是它做了涂装之后呢，就感觉好像有点东西虽然不多
整个炮的结构呢就是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大空心结构啊。当然，这个风雷模型啊，风雷可动嘛，是基于风雷模型的造型来给你做了一个成品化啊，相当于官方代工，所以说也不会增加什么结构，给你加个亮灯。如果是风雷模型的话呢，大家有手艺的小伙伴呢，完全在这样的空间下，应该是可以加个磁控灯什么的。本体方面，和风雷模型相比呢，它是官方有给你上漆的，所以说它在模型这边呢，像银色这边都是贴纸的部分呢，它这个模型的成品版本呢，都是给你换成了一个漆面的一个涂装，整体上来说呢，会更有一些协调感吧。贴纸它是一个高反光的一个贴纸，会感觉有一点突，但是作为涂装的话呢，就整体风格上衔接的会比较好一些。而且它在部分零件呢，根据白狮的那个品质来看呢，应该是会有加铁的成分啊，就是铅锌合金。我看一下，好像是在像这个关节部位，它的确是替换成了一个铅锌合金的这种质感，所以说它的重量上呢是会比风雷模型要重点。但是它这次和那个白狮不太一样，好像它脚底这块我摸不出它的温差，我不知道这块银色是不是一个铅锌合金件，但是感觉不像，所以说它的一个主要重量呢还是平均分布在它的一个四肢部位，并不像白狮呢，它在脚底部分特别加了一块合金，让整个重心呢会更好一些。说回它的一个本体上的它的一个可动呢，模型版本和成品版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首先头部呢，它可以有上抬、低头左摇右摆，360度旋转呢也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面雕龇牙咧嘴的一个造型非常遗憾它没有给出其他的一个替换头雕这让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地方毕竟你擎天柱白狮擎天柱你口罩脸没有表情替换表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作为一个表情特别丰富演绎女王你这个只有一张脸呢是有一点遗憾的。然后手臂这边呢，它是可以有360度旋转的，但是呢会和背面的这个零件呢进行一个干涉，所以说呢你可能要避让一下呢才能做一个360度大回旋。通过避让的过程，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肩部呢是会有一个往前拉伸的一个关节的，背后呢也会有一个填补穿帮的一个零件，并不会直接看到空洞。同时呢，手臂平台部分呢，躯干内部也会有一个平台的一个角度。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像尖牙部分的一个零件，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让位的。利用这一部分的关节，再把肩胛关节进行挑开的话呢，它的一个平台呢是可以轻松超过90度一点点的，虽然说是只有90度，但是还是挺轻松的。当然，这个肩部零件的造型就会有一些的不自然大家就可能要做下取舍。然后大臂的平转呢是在它红二头肌的上部和肩膀连接的部分，然后手臂曲踵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对折的一个角度手掌大拇指勉强可以摸到肩胛。手腕部分呢，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球关连接，当然利用它的一个零件缺口位呢，可以有一些的角度变更。而且这次呢，它也没有给出任何的其他的替换造型手实行握拳这种都没有，只有一个放松的手掌。总觉得这个不太用心然后躯干部分呢，它左摇右摆是在胸腹部的这个零件位置，然后弯腰呢，它幅度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幅度。虽然说前面没有什么位置干涉，但是它的一个弯腰幅度也就这样大了。从背面可以看到弯腰幅度也就如此这般但是好在它是小幅度，所以说也不会有一个零件空洞的一个关系。但是挺胸部分呢，稍微比弯腰更明显一点半斤八两的感觉
弯腰和挺胸都是半斤八两，幅度并不大，15度到30度之间的这样一个角度。转腰部分呢，它就在腰胯这个关节的一个位置了。但是呢，因为造型的关系啊，它并不能360度旋转，大概转到45度左右呢，就会因为裆部零件的一个干涉呢，就到此为止了。腰部的一个前后装甲呢，它是这边是固定的，裆部零件是固定的，它只有侧边的装甲是可以进行平台，而且它是一个球关连接，你平台之外呢，还可以有一定的角度转动。前后裆部的零件呢，它是完全做死的，就没有可动。当然呢，这个造型也可以看出来，它对腿部的可动干涉呢并不会太大。同时，这个系列呢，它腿部从白石开始就会有一段向下拉伸的一个机构，可以看到拉伸和不拉伸的腿的上下结构位置呢会是有区别。当然，你就算不拉伸它的一个腿部呢，它也可以勉强踢到这样一个幅度。但是你如果使用它胯部拉伸关节呢，它可以轻松达到的一个正前踢的一个90度，没有什么问题。同时向后踢呢，你移开背部零件的一个干涉呢，也可以接近90度的幅度。侧踢利用拉伸关节呢，它是可以超过90度并不超过它的关节内部的一个零件位限制住了，也是到一个90度的一个幅度。大腿呢是可以有平转，差不多往外90度的幅度，往内呢因为造型件的关系就会和裆部零件进行一个干涉了。屈膝部分呢，它可以看到膝盖甲部分是会有一段的联动，达到一个90度超过一点点的一个屈膝幅度吧。如果关节打直到底的话呢，是会有比较经典的日式那种有一点点内凹的一种站姿的一个腿部线条。脚踝部分的可动呢，它左右接地是这样一个幅度，前后接地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因为它脚后跟部分呢会有一个龙爪一样的结构，最多它只能勾脚尖，踮脚呢它完全会被这个零件给干涉到。但它脚尖零件呢是可以有可动向上翻到这样一个幅度，向下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翻折的，而且整个关节的阻尼感呢还算好，所以说对它的一个站立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当然这也得益于它本身体重并不重甚至说可以手感上是有一点偏轻的，能够拿在手上觉得出它体内是空空的那种感觉，模型的那种手感，并不是一个有成品完整骨架的完整金属骨架的那种坠手感。背部呢，它会有一个造型的一个两片算是翅膀上面刻画了霸王的2个小爪，这个是完全只是一个浮雕刻画，并没有分件可动。但是呢，它背后这个零件呢，连接部分呢是球关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一个旋转避让。好，说完它本体的可动呢，我们就把它的武装替换上去，看一下它整个最霸气的一个造型吧。替换方法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简单，只要拔出它小臂部分的一个插装，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 T 字口的一个插装，和它武装上的一个小臂部分的插装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它整个零件在造型上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扎手，所以说替换的过程呢其实并不是很愉快的。好，插上之后呢，这个替换的左臂就算是完成了，另一边的龙头也是如此。插上，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武装的一个位置吧，因为可以看到它左手龙头还好，右手这边呢，它的一个融合炮呢是非常的张扬的一个造型所以说它和肩胛乃至背后的这个小翅膀的干涉呢还是挺大的。装上之后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造型。可动方面呢，其实除了
左臂之外呢，它其他的右臂这块的可动干涉呢并不是太大。你可以看到，只要调整到龙头适合的角度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弯肘幅度。左手这边呢，它只要恰到好处的利用零件与零件之间的空隙的话呢，也可以达到一个90度的弯折。当然，你再往上折呢，它的炮口零件呢就会和肩胛有一个干涉了。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玩具的打分呢是可以打到3.5分嘛。想给它4分呢，但是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啊。为什么只有3.5分呢？它只是及格线高一点。几个原因，一个是它的附属配件是非常之少，在把玩上呢，其实在玩法上乐趣是并不太多的，只有2个手小臂可以替换，那造型手啊、面雕啊是一概欠奉。同时在价格上来说，这款是有模型版本，模型版本价格也不便宜啊。我记得模型好像是5张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这款成品价格呢，在现货价格基本上是接近了一个8张左右，差300的一个价格呢，我觉得是有点欠缺性价比的。当时我在拍白狮的时候，我说过，白狮的成品和模型大概差价是在1张半、2张不到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个差额呢，我觉得作为代工来说，乃至于换了一部分的金属零件来说呢，我觉得是值得的。而且白狮的那把剑呢，它也给你上色是非常大的加分的。但是这款威震天呢，98王龙它相对于模型版本来说呢，它的提升并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明显。但在价格上的差距呢，真的是你不得不在意这300块的一个差距。毕竟300块的差距，你可以以变形金刚玩具来说呢，相当于又一款 L 级的一个玩具了，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造型实在喜欢，自己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呢，我还是推荐你入模型版。如果你对这造型并不是很爱的话，我觉得这款 pass 掉就可以了。8张的价格，现在今时今日这个变形金刚 IP 下的玩具选择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这款有一说一啊，我买它原因就是在 WF 上看到它的样品展示，真的是造型还是蛮戳我的啊。当然我动手能力也差，就想就搞一个成品版吧，一步到位。但事实上可能还是交了一点税的。万恶的 WF， 真是劝败。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到这边。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见，拜拜。